亚当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耶稣。他们如约而至。上帝与人的约定，你不能不知道。跟我来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Lydia。上一期我们说到，约是圣经的主题。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应许他们救世主将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，救赎全人类。基督徒们坚信旧约预言的救世主，或者说弥赛亚基督就是耶稣，并且耶稣已经用他的死成就了预言。实际上用简单的2句话10个字就可以概括整本圣经：弥赛亚要来，弥赛亚来了。重点在弥赛亚，弥赛亚来是要救赎人类。那么人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以至于需要弥赛亚的救赎呢？这得从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说起。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也创造了我们的地球。伊甸园里发生的事。上帝用尘土造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，要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。伊甸园里的一切堪称完美，所有的树是既好看，果子又可以做食物。上帝特别向亚当提到2棵树的名字，一棵叫生命树，另一棵叫分别善恶树。上帝告诉他，所有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，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吃了就一定会死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来陪伴帮助他。亚当第一眼就爱上她，从心里流淌出人世间第一首也是最动人的一首爱情诗，给她起名夏娃。从此他们在伊甸园里过着与上帝同在的幸福的生活。有一天，魔鬼利用蛇对夏娃说，人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其实并不会死，反而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上帝所造的人不是木偶，也不是机器人，而是有自由意志的人。亚当已经有了应有的装备，现在来接受一个人生大考也未尝不可。自由是个好东西，但要小心，你要为自己的自由承担后果。话说女人被蛇说动了心，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可爱，又漂亮，看着又好吃，还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，就经不住诱惑摘下来吃了。又给她丈夫亚当吃，亚当也吃了。他听了他女人的话，把上帝的告诫全部抛在脑后，哪怕后果是死。这分别善恶树很有点意思，人以为他吃了就有了智慧，可以像神一样自己分辨善恶。而这棵树呢，恰恰是上帝用来鉴别人的善恶的。人不吃就是善，人一吃就是恶，因为你背约了，毁掉了你与上帝美好的关系。亚当的人生大考彻底失败了。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，他绝不把有罪当作无罪。从此，人有了罪与死。什么是罪呢？背约，背逆上帝，不把创造他的神当神，还自以为神。罪带来的后果就是死。记得吗？上帝起初造的是有灵的活人，灵魂和肉体都是活的。所以惨了，死亡也是双重的。肉体的死亡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只好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灵魂的死亡，本来可以灵魂不死，现在却要与上帝永远隔绝。亚当和夏娃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被赶出了伊甸园。上帝预言女人的后裔中要出现一个救世主弥赛亚，他会被魔鬼伤害，但最终必彻底打败魔鬼，战胜死亡，
把人类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恢复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。你只要翻开圣经，看最前面的2-3页，就可以看到刚才说的全部的故事。上帝这位作者开门见山，直入主题。上帝既然给了人自由意志，不想他只做温室里的花朵，就要预备好面对人有悖逆他的可能性。上帝当然早有准备，一旦亚当失败，该怎么解决人类的罪与死的问题呢？他说他会差派一个救世主弥赛亚，或者说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救赎人类，把人类重新带回到起初伊甸园那般人与上帝同在的美好。于是上帝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，与他们立约，来实施他的救赎计划。由于背离了上帝，人就选择按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于是自私、暴力、犯罪充斥全世界。所以上帝决定用大洪水毁灭罪恶滔天的人类。有一个人名叫挪亚，他是上帝眼中的义人、完全人。挪亚一家共8口人，挪亚夫妇、3个儿子和儿媳妇。上帝命令挪亚造一座方舟，只是挪亚带着全家人和一些指定的牲畜和飞鸟都进入方舟。然后上帝降大雨在地上40个昼夜，洪水把最高的山都淹没了，陆地上的生物全部都淹死了。大洪水持续了1年，地干了之后，挪亚一家一出方舟，上帝就跟他立约，他承诺以后永远不会再用洪水灭绝大地了，还为这个约设了一个记号，就是天上的彩虹。挪亚的3个儿子是闪、含、雅弗。在闪的后代中，有一个人名叫亚伯兰，住在两河流域的乌尔。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，而乌尔呢，刚好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注入波斯湾的入海口，是当时非常繁荣的商业和政治中心，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，指示他离开他的家乡。亚伯兰信这位上帝，二话没说就上路了，离开了衣食无忧的城市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。那年他75岁，他的妻子撒莱比他小10岁，他们没有孩子。亚伯兰到了迦南，上帝对他说：“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注意，这个迦南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焦点，冲突不断的今天以色列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，位于亚非欧3大洲的交汇处。这就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，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。上帝明确了那块地的范围，是从尼罗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间。上帝还应许赐给亚伯兰一个儿子，而且他的后裔将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。10年过去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孩子。撒莱等不及了，便把自己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。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儿子以实玛利，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。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：“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你的妻子也要改名叫撒拉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。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们必生一个儿子。”第2年，亚伯拉罕果然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以色列。以色列的后代被称为犹太人，所以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。以撒渐渐长大，有一天，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让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独生子献给他为祭。
这个抉择可太难了，但亚伯拉罕选择顺服上帝的命令。正当他举刀砍向以撒的时候，天使阻止了他，指给他看树丛中上帝早已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。亚伯拉罕通过了信心考验，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，要永远做他全家的神，应许他的后裔将建立国度，成为君王，并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。上帝要在所有的男人身上留下立约的记号，在出生后第8天要受割礼，就是割生殖器上的包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